谢谢你请我吃饭。谢什么？你也没吃好。啊，那我就回去了。我开车送你。哦，不用了。我想自个儿走走，透透气儿。也好。徐姐的事儿，你会帮她的，对吧？你放心。也就这2天，不过你先别告诉她。行，那我走了。哎，再见啊。亚梅，是你啊！我路过这儿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啊，这不租一地方，准备开一小饭馆嘛，执照刚拿下来。啊，我一进门就看出来了。怎么样？你看这装修？这都是你一个人弄的？那当然了。来，过来坐会儿吧。哎，我发觉啊，你越来越能吃苦了。这我倒没发现。不过这人啊，不能跟环境较劲。过去是一点苦都受不了，现在想想，这算什么呀？人的潜力是最大的。哎，你这儿开张以后，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啊？大概算了一下，刨去成本应该在2、3千吧。那也没多少啊。是没多少，可我知足了。每天看着一点点的付出，再1块1毛的往回收获，这样的日子啊，踏实。小梅，小梅，啊，我走神儿了。你现在过得好吗？不怎么好。你要是有什么事需要我，你跟我说啊。姑娘，你这是要出去吗？不出去，我出院。出院？这个疗程还没完了。您看能有得完吗？反正现在治也治不好了，何必待在这里，既浪费青春又浪费金钱呢？姑娘，你可千万别这么说呀。哎，兰兰，你怎么换上自己衣服了？肖主任，我要出院。出院不出院由医生来决定，你怎么自己说走就走啊？再说了，你现在的病情不允许你出院，知道吗？那你就别管了，反正这病我是不想治。这些天总是麻烦你们照顾我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来来，哎，不是，你哪儿也不能去。你别拦着我，你让我走啊！来来，你得征得你家人同意呀。反正我是走定了，我就不相信你们那20小厮看着我。你们不用插话了啊，把他看好。我找国良去。常总，难道真的不能再通融一下了？咱们大家都是熟人，我就不跟你讨价还价了。85%的股份是我条件的底线。机器设备由我来投，领导班子由我来任命，流动资金由我来提供，你们只负责提供厂房和生产用地。可房屋场地也不能只值15%吧？在我的眼里就值那么多，我实在是不能再让步了。如果你们觉得接受不了，那我也没办法。大家握握手，以后还做朋友，别伤了和气。常总，你看，非得现在表态吗？我想是的。我的谈判对象不止你们一家，身后还有人等着排队呢。
那工人怎么办？一个不少，全都留下来聘用。那生产销路呢？我负责包销，因为我手里有的是外贸订单，如果销不出去，我自己全买了，绝不影响厂里的收入。那工人生病了怎么办？我负责一半的医疗费，退休有养老金。你说的这些都能保证做到吗？当然可以保证，可以都写进协议里，到工商局去注册。好吧，反正啊，闲着也是死，我们就跟你签了。好，合同我们已经准备好，我所说的那些条款在里面都有体现，请你先过目一下。只要是合同签了，徐姐，我还任命你来干这个厂长。希望我们一起带领工人们，让这个厂兴旺起来。喂，啊，是我。啊，好，你打扰。国良的，找你。喂，啊，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哦，行，那我知道了，进，我马上就过去啊。哎，出什么事儿了？兰兰从医院跑了。跑了？好了？为什么？一时半会儿我也说不清楚。那你继续吧，我先走了啊。好。要不要去？我还是干完工作再去吧，反正有我姐呢。行。协议有什么问题吗？我们也看不出什么来，一切都听你安排吧。好，如果没问题，那就签了吧。国良，大姐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兰兰跑了。这件事情主要是我的责任。上午我和几个医生查房，兰兰说要走，我没答应。我当时还以为她心情不好，安慰了她几句，让两个护士陪着她，结果她还真跑了。哎，国良，他会不会回家了呀？我让国玉回家找了，家里也没有。我是实在没办法了，才告诉你的。现在事情既然已经出来了，啊，需要我帮什么忙，你尽管说。哎，肖主任，这事儿也不能怪你，他要想走的话，谁也拦不住啊。大姐，我们还是分头去找一下吧。你们俩呢，在医院附近看看，我已经让娟儿上他们单位去了，国玉守在家里，我上我们家附近找找。好，那我走了啊。哎，石连宝，对不起啊。说什么呢？哎，我们找人呢。哎。姐，兰兰找到了吗？我正想问你呢。没有，连个人影都没有。那行，我再出去找找，你们在家等着啊。姐，你在家歇会儿吧，我去找他。不行，还是我去吧。你在家千万别乱跑啊，一会儿他要回来呢啊。姐，国玉，师姐不让你乱跑。
这儿呢。我来找你啊！兰兰找到了吗？还没呢。上来吧，我带你一块儿找。行吧。杨梅啊，下午你走了以后，改造街道厂的协议签了。你的目的达到了，我就是觉得徐姐他们太可怜了。他要是不跟我签协议，更是死路一条。表面上你是救世主，其实啊，你是落井下石，趁人之危。我也没强迫谁，大家都是自愿的。我也没说你错了，只是看着平常患难的朋友，这会儿为了几个钱，弄得明争暗斗的，心里别扭。杨梅，其实我做这些，都是为了你，为了我们的将来。你别再说是为了我了，我不领你的情。再说了，你的钱也诱惑不了我。你这是怎么了？对不起，我有点失控了。但是我还是想告诉你，人活一辈子不光是为了钱。你是不是觉得我应该把我的钱全都给徐姐才合理？我不是这意思，反正有的事情我也说不清楚。唉，只是我觉得你做的事情，跟我印象当中的小常根本就合不上拍。也不知道是你进步了，还是我落后了。哎，你到前面那广场停一下吧，我们到那儿找找。好。哎，你看那是不是？来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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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跑这儿了？我们找了你一天呢。姐，你累了？好的，姐。兰兰，跟姐回家去啊！姐，这几个弟弟妹妹当中，我一直以为你是最懂事、最听话的。你说你都干了些什么了啊？让大家找你，这且不说了。你怎么能治着半截病从医院里跑出来了呢？先让兰兰把饭吃完再说不行？好了，这废话我也不说了。国良，明儿一大早把兰兰送回医院去啊！我不回去。你敢？你看我敢不敢？你敢跟我顶嘴？不是跟你顶嘴，你们供不起我，我是个无底洞。不许胡说！我没有胡说，你们谁还有钱？你们拿出来呀，拿出来给我看看呐！大姐，有多少钱办多少事，你们都不要再逞能了。今天我把话说到这儿，那个什么破医院，我死也不回去。是兰兰老师家住这儿吗？哎，你是？啊，还好还好，我还没有找错。庄先生，你怎么来了？姐，这就是菲菲的爸爸庄先生。哦，庄先生，你好，你好。你好。
这么晚了，您这是？沈老师，你的事儿，我听孙院长都说了。你认识我们孙院长？我和孙院长是老朋友了。我今天来，是特意想来帮助沈老师的。哦，也许我今天来的比较突然，我也知道你们家里现在碰到难处了，但是为了沈老师的生命，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。哦，我是生意人，我有钱，我有很多的钱。你们不要以为我付出了很多，我企业1天的产值就够给沈老师看病的了。庄先生，您的好意我们全家心领了，可是我们凭什么要你的钱呢？凭什么？就凭我愿意啊，还凭沈老师对我们菲菲好啊，我们菲菲也喜欢沈老师啊，这有什么关系呢？你看，你们现在缺钱，我正好有钱，就全把我当傻子。傻子？天底下有这样的傻子吗？我今儿下午就刚刚见识了一场，为了仅有的一点利益，连多年的朋友情分都可以不要。傻子！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啊？什么？你在说什么？我真的听不懂了。庄先生，我再次谢谢您的好意。来路不明的钱，再多我们也不能要。那你还要我说什么理由，你才能够接受呢？真实的理由。好吧，为了救沈老师的命，我什么都不在乎了。在我的心目当中，沈老师是最好的人，我爱他。我们家里不能没有他。您今年多大了？哦，我比沈老师大18岁。一个比我妹妹大18岁的人，却要跟她谈爱情，你不觉得这么做有点不合适吗？我先声明一点，我这么做可没有任何附加条件。我不指望沈老师爱我，更不指望她能够嫁给我。我只要你们能让我爱她就行。兰兰，你老实告诉我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大姐，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我从来没有跟庄先生谈过恋爱。庄先生，我最后再说一遍，您的好意我们心领了，但是我们不接受你的施舍。我们现在先把这些都放在一边，好不好？沈老师的生命要紧，救人要紧呐。国玉，送庄先生走。你今天让我把钱放在这儿，我以后再也不见沈老师了，行不行？我听孙院长都说了，沈老师的病很危险，不能再耽搁了。今天就到此为止吧，请你离开。你别抓我，你让我把话说完，行不行？不行，请你别逼我发火，请你离开。
你们自个儿看看，咱们这家现在都成什么了？过来，我想单独跟你说2句话，你们都回屋去吧。都把门给我关上。国良，现在兰兰的病到什么程度了？兰兰病现在确实很危险，必须要做透析，只有这样她才能维持她的生命。当然，咱可以找一个合适的肾脏来给她做移植，可是做移植手术呢，需要的费用对咱们来说，那更是一个天文数字。姐，我说句实话，你别不乐听。咱们现在的钱已经不够给兰兰做下一步的治疗了，硬撑是撑不来钱的。你是说，让我接受那个老男人的钱？别人的钱咱可以不接受，可朋友的钱咱总可以，哪怕算是借的呢。你说小常？说实在的，从他第一天出现的时候，我就想过这个问题。但是后来我发现，他已经不是我认识那小常了。我跟他之间突然变得特别的陌生，陌生的我都无法向他开口了。可是姐，咱不能看着兰兰的病不管吧？想想的。兰兰，我觉得那庄医生挺棒的，真的。现在这个社会，还有几个能像他这样的，为了爱无条件付出的？就是岁数大点嘛，其他什么毛病也没有。我心里边乱糟糟的，我也没想到他今天会说出这样的话。多感动人呐！要是我，哼，当时都能给跪下。二姐，别再说笑了，笑不出来。那他的钱你接受不接受？不知道，你别问我，我真的不知道。那你是就是中信的？对，这个是那个，但是男士的成绩是200多分。200多分？那什么事？200多那个军外，这种成绩不是他那个意思，就是要跟男性，就是那个什么叫男女一样的。张明，你们俩来一下。新设备我已经订好了，1个星期就到。雅娟，你落实新设备的安装，1个星期之内必须调试完成。好，放心吧，常总，这事交给我办。常明，你下午就回去准备搬家，等雅娟这边把设备调试的差不多了，整个厂就搬过来。新厂开张之后，雅娟你还留在我的身边。常明，你过去做常务副厂长，人才权我可都交给你了。希姐什么都不懂，有事给她打个招呼。好的，邵总。好了，手脚都利索的，争取这个月就把新厂开起来。放心吧。常总，有客人找您。哦，亚梅来了，你没坐。行了，你们忙。好。
你来也不事先打个招呼，我刚刚回来，要不然你就扑空了。啊，我就是正好路过你们楼底下，我想你应该在吧，所以我就上来看看。我给你倒水啊。哎，不用了啊，我不渴，我就是随便坐坐。真不喝？不喝。那我也不跟你客气了。啊。小梅，你看我这儿环境还行吧？啊，挺好的，挺漂亮的，而且也挺干净的，比我们工厂车间啊强多了。那请你还不来？又提这个。哎呀，我知道你瞧不起我们这些商人，瞧不起我们这些整天跟钱打交道的人。怎么会呢？你找我有事儿吧？啊，有事就说。啥事儿啊？这么难开口？我知道哈，这钱挣来都挺不容易的，都是辛辛苦苦一分一分攒起来的。夏梅，你跟我说话绕什么弯子？你有话就直说，行吗？那行吧，那我就直说了。哎，我需要钱。多少？我也不知道，3万、4万，可能10万、8万吧。说实在的，我也不清楚。小常，反正话我已经说了，借不借是你的事儿。哎呀，钱这个东西，我发现越是瞧不起钱的人，他就越需要钱。钱也跟人一个样子，谁尊重他，他就跟谁好。就算我今天是来求你的，你也没必要挖苦我。我是因为有了难我才来找你的。痛快点吧，一句话，借还是不借？好，我也痛快点。既然你向我提出了要求，那我也向你提个要求，行吗？嫁给我。你要是答应了，甭说借，我所有的钱都是你的。你是想用我来做交换条件吗？亚梅，自从我回到你身边以后，你就不断的指责我，说我这个了，说我那个了。为了你，我一切都迁就了。我对你的要求就这一个。可是我觉得这是两码事儿，我不想混为一谈。对我来说就是一回事儿。那我告诉你，我沈亚梅长这么大，还从来没有在谁的强迫下做过任何事情。亚梅啊，你也别逼我。你给我机会让我做君子，我好好的去做。如果你想让我做小人，我也当不了别的。那好吧，那今天就当我什么也没说。对不起，打扰了。等等，行了，我不跟你吵了。要多少你说。你已经把话说绝了。我说你的钱，我还会要你。亚梅，常总，你有事需要我吗？那就你坐起来。你
说男人有钱是不是就变坏了？有些人会，有些人不会。我呢？你不会。哎呀，我把你姐姐得罪了。可是，你看啊，我奋斗了这么多年，我成功了，金钱名誉我都有了，可怎么就离你姐姐越来越远了呢？常总，我想也不是你的原因，可能有些事情我姐姐错怪你了。错怪就错怪吧。啊，你回去跟你姐姐说，她提出来的条件，我无条件都答应。啊。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，人还有点尊严没有啊？姐，你走以后，长哥真的挺后悔的。什么真的假的？他以为他怎么了？哼！想当初，他不就是街道小工厂的一个小维修工吗？啊哦，这2年当暴发户了啊，找不着北了。切，想用钱来威胁我。我告诉你，这么多年，不管再困难，我都带着你们挺过来了。我就不信今天还有什么事儿能把我难住。姐，你别那么冲动好不好？你明天去告诉他，我不需要他这救世主。你干嘛把话说的那么绝呢？有些事情各自退一步也就没事儿了。算了，我这是平生第一次求人，也是最后一次，我以后再也不会了。吃饭。是你？是我，我又来了。你又来干什么？我上次跟你说的话还不清楚吗？也许你并不欢迎我，甚至是讨厌我。可是沈老师的病，我不能不管。我们家已经够乱的了，你就别再来添乱了，成不成啊？你听我把道理讲清楚好不好？我不听。我们家的事跟你没关系，你明不明白啊？我不和你讲话。沈老师，我想帮助你，你已经不是孩子了，你完全有理由决定自己的事情，用不着听别人的指挥吗？沈老师，你说话呀你！兰兰，回里屋去。不，我不回去。回去！你敢不听我的话吗？对不起，她虽然是你的妹妹，但是你没有权利强迫别人。我有权。我告诉你，这家我说了算。从前是，现在是，以后也是。沈老师，你自己说，你说呀，我可以帮你，我可以救你，我做这一切完全都是出于自愿，你不要有任何心理负担。国玉，把他给我赶出去！你站住！我看你今天还敢再动我！你听见没有？把他给我赶出去！走吧。哎，你放开我！我不是你们家的敌人，我是来帮助你们的。对不起，大姐让我把你轰出去，我也没办法。你走吧，今天不把话说清楚，我绝不离开。住手！我们还嫌闹得不够。大姐，小哥。
事情不要你们管。庄先生，我答应你，我答应接受你的帮助。兰兰，好吧，我已经跟孙院长都说好了，给你们安排单人病房，找最好的医生。明天一早我就派车来接你，8点钟我准时到。明天早上8点钟，我一定准备好在家等你。你说的对，我自己的事情应该由我自己决定。庄先生，请回吧。好吧。姐，你干嘛呀，姐？姐，干嘛呀？疯了！快出来干嘛？我为了我自个儿的妹妹，我连脸都不要了，我去求别人，他竟然敢背叛我！大姐，对不起，在我心里，你是姐姐，更是妈妈。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要背叛你，姐。正是因为这样，我不愿意看到你为了我治病到处去求人借钱。我不愿意你们为了给我治病，毁了自己的生活，拖垮了这个家。你们要我这样活着，还不如让我去死啊，姐！不要找这个。我告诉你，兰兰，要是明天跟着他走了，就永远不要转回来。姐，也不要再认我这个大姐。姐，你干嘛那么绝嘛你？你给我闭嘴！兰兰，我明天早日上早班，一早就走，17时6。姐，只能这样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了，对不起。我不听什么对不起，你起来吧。你要实在不愿起，就这么跪着。姐，大姐，大姐。